订火车票就同城，新一代旅行平台同城旅行邀请您收看《流光之城》。码头那边要紧了，说取货的人拿着您的指纹和印信比对过了，确实不假。知道此事的兄弟们我都审了遍，大家口供一致，也不像是假话。船呢？他们运货总是要开船的。已经派人去查了，暂时还没有消息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如果不能让这批货如期抵达欧洲，曹大帅是不会轻易放过荣家的。赵叔，孙少卿有消息吗？哼，秀成跑遍了上海，也没有个消息。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来，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大能耐。大少爷，张管事，大少爷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佃农送来的螃蟹，特别肥美。您是想吃清蒸的还是川渝口味？我看看。啊，挑几个最大最肥美的，我等等带走。哎，好嘞，少爷。这边。哎。今天去我们家摇骰子，我来安排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走。先生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真儿，说什么呢？就是，这荣少爷给咱们带来一筐螃蟹呢。伯父，都说了，叫我加上就好了。那个是佃农早上新送过来的，我特地挑了几个大的。不知道先生喜不喜欢吃螃蟹？你这位先生啊，最喜欢吃螃蟹了。小时候啊，因为贪吃还拉了肚子呢。爹，说什么呢？加上，有信了。妈，那我去巷口打些酒回来。爹，你晚上也喝点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再买2斤烧卤。荣少爷今天晚上可是在咱们家吃饭的。啊，对对，多买点，多买点。好。先生，我陪你去吧。呀，凤小姐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哎呦，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刘太太啊，我刚好像看到令公子带了好几个朋友回家。这个败家子儿，准是又带人回去赌钱，说不定一会儿又变卖我什么东西。哎呦，我得赶紧回去啊！哎呀，你们这里还挺有意思的。有意思。这些人情百态在你眼里可能是挺有趣的，但如果在这住上一阵儿，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
谢谢你的螃蟹。送螃蟹只是借口，我只是想来看看先生。先生以前伶牙俐齿的，能把我驳得哑口无言，现在卸任了，反而变得温顺了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喜欢被人教训啊！我不喜欢被人教训，我只喜欢被你教训。妈，哎，回来了，荣少爷，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哦坐坐坐，来坐坐，伯母、伯父，好，哎呀，坐快坐快坐，好。一进门就闻到香味了。螃蟹刚刚好了，香不香？香。你们坐啊，我去切肉去。好，肉来了，齐了。够吗，爹？啊，够了。爹，您吃这个，您最爱吃的。好，你多照顾照顾家少。先生，来吃一个。谢谢。伯母，伯父，哎，先生考虑好了吗？一筐螃蟹就想把我收买了？说的也是，就算是刘备，那也需要三顾茅庐的。就算刘备三顾茅庐，你也不能有事没事就往我家跑啊！我很喜欢你们家，你们家有荣府没有的气氛。等你以后自己成了家，气氛也一定很好的。你所缺少的，在小家庭里面都会找回来的。会吗？先生，我很喜欢你这样。我什么样？总是充满希望，总是能鼓励我。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虽然你的生活这么波折，但是你总能看到希望，心里永远充满信念。鼓励旁人的话，说起来都挺容易的，自己却未必做得到。其实，我心里也有挺多愤怨的，只不过你没看到罢了。我不这么觉得。你并不知道，你让我十分温暖。把所有痴缠凝望，紧锁我眼眶，怕流着泪难收场，还隐藏心事曝光。星稀月朗，闪躲你找不到的地方，叶随风落，因谁奢望不在风中流浪。若故事缘起本来是一个错，如何写下美好结果？我怕复活悲欢与你纠缠，命运错落喜欢不能调转，更怕心思已乱，谁解开这纷乱，而不得不离
回去路上小心。我回去了。若故事缘起本来是一个错，如何写下美好结果？我怕烽火悲欢与你纠缠，命运错落喜欢不能调转，更怕情丝一断，谁解开这纷乱，而不得不离散最遗憾，而不得不离散最遗憾。真儿，妈，你跟妈老实说，你这突然间辞职，是不是跟那个大少爷有关系啊？没有的事。你呀，你坐着。哎呀，我看你这是念书念傻了。他要是对你没有那点想法，他干嘛2、3天的都跑到咱们家里来啊？妈，是你想多了。荣家的大少爷怎么会看得上我这么一个家庭教师啊？把我请回去，是他父亲对他的考验之一，在锻炼他笼络人的能力罢了。这样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豪门里面的那些事啊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啊。好了妈，不懂咱就别管了。再说了，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意思，就直接把我约出去了，干嘛还要把我请回去做家庭教师啊？这先生和学生有什么好谈恋爱的？你说这多好的孩子，哎呀，出身富贵，性格又那么好，人又长得俊。要是咱们家没出那事就好了。没出事的话，我跟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交集。曹大帅，是，这次确实是我们荣家疏忽大意，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。不过您放心，货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，您再多宽限几天，啊！放你娘的狗屁！荣定坤，你别想糊弄老子！都过了几天了，你们连是谁冒领的都还没查清。要是等你们找到货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哎呀，曹大帅，你言重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荣定坤，再给你半个月的时间，如果还不能把货给老子找回来，耽误了正事，老子就清了你们荣家商行。哎，曹。爹，出什么事了？曹大帅已经知道了霍贝杰的事了。他放了狠话，如果半个月之内不能将货原样奉回，就端了我们荣家。赵叔，船那边有消息吗？我们的人在近海搜了个遍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艘劫货的船，妈了个巴子，被烧了个精光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义父，孙少卿2日之前上了一艘去香港的船，中途靠岸时我们的人上去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在海上凭空消失啊？有人故意安排他逃走的。查，这2件事必有干系，查不出是谁干的，提头来见我。是。这件事你怎么看呀？有人在背后搞鬼，
想借曹大帅对我们荣家下手。务必把这件事办妥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是。时珍，天哪，这么漂亮的车啊！公司给我配的。公司？我就要跟你说呢，我离开新都会了，七爷要捧我拍电影，下周就开机，我做女主角。真的？那我可是有一个做电影明星的朋友了，我可要沾光了。哎呀，那就借你吉言啦。走走走，我们去老郑新吃菜啊，我都要饿死了。这车可真漂亮。谢谢，请慢用。谢谢。来，你尝尝这个。昨天我跟七爷吃饭，他说你最爱吃这个蒜蓉蒸扇贝了，今天我就给你点上，你尝尝，味道如何？我一共都没跟七爷吃几次饭，他真是心细如发，都能记得我喜欢吃什么菜。七爷对你这么特别，别说你没察觉啊。可别往我头上安，七爷的情人还少啊，小报上没少报道他的风流韵事。但他对你啊，却是不同的。我对他可没意思啊，别瞎说，弄得怪尴尬的。999感冒灵，家中常备，暖暖的很贴心。999感冒灵邀您继续观看《流光之城》。时珍，医院的工作可还适应？你妹子我这么能干，而且还有你这个哥哥给我撑腰，怎么会不适应呢？你说不过你。先生小姐，来份报。来一份。好。闸北暴动被镇压。卖报！闸北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坐电车上班的时候，听到很多人都在议论。牺牲了不少人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是一群为了自由和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热血和生命的人。哥，怎么了？妈。哎呀，世勋，你回来的正好。珍儿，家上带来了一条金华火腿，可大了。我炉子上做着东西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家上是谁啊？我的学生。哪里的学生？怎么跑家里来了还？先生，我给你带来了最新的英国科学杂志，你一定喜欢。荣家大少爷啊！哎，最近他经常来找你吗？哥，进去再说啊，走。哎，先生，你看，这都是我给你带来的。你是先生的大哥吧？幸会，我是荣家尚。家妹倒从未向我提过荣大少爷的事。先生的学生很多，我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家妹在荣家，多谢你照顾了。我也没有照顾好她，不然先生也不会辞职了。我这次来就是想请先生接着回去教我和妹妹，还请冯医生能够帮着劝劝她。怎么，回去继续受气吗？之前是我太调皮了，给先生添了很多麻烦。先生走后，我一直在反省，也很悔恨。所以这次想请先生回去，就是希望他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想，世珍肯定是已经原谅你了。既然心意已经传达到了，回去，我想没这个必要了吧？世珍，你说对吧？先生之前一直说，他的理想就是教书育人，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薪资又高又清闲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先生现在在医院来回奔波，又十分操劳，难道冯医生就不心疼妹妹吗？
我正是因为心疼佳妹，才不想让她再回荣家。她虽然嘴上没说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她辞职，不正是因为在荣家受了委屈吗？好了，都别争了。我会回荣家的。什么？真的？这样，你要是觉得医院做的不开心，哥再给你找一份工作嘛。哥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当着我学生的面，能让我自己做主吗？抱歉。哎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哥，其实荣家真的不是什么龙潭虎穴。当然了，像这样的有钱人家，自然是有很多见不得人的隐私，但是跟我也没关系啊。我不过就是个家庭教师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按月领薪金就是了。我除了最后被荣家的姨太太稍微刁难了一下之外，之前做的一直很开心的。好，就算你喜欢教书，咱又何必回荣家呢？在学校教书的话，薪金不高，工作还累。如果要做家庭教师，那这些豪门世家都差不离的。哥，荣家真的已经算很好的选择了。大哥，你一向不是很尊重我的决定的吗？我是怕外面那小子对你不规矩。大哥看妹妹自然是百般好，可人家毕竟是荣家的大少爷，什么名媛闺秀、红颜知己见得多了，怎么会看得上一个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女人呢？这一点自知之明咱们还是有的。哥，你不要高估了她，你也不要低估了你妹妹我。我知道你在担心我，但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还是想自己做主。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啊？不过荣少爷，您别着急啊。之前呢，都是世勋在管他妹妹的，但是兄妹两个人从来都没有吵过架的。伯母，我不着急。冯医生一看就是非常开明的兄长，他们一定会讲道理的。荣大少爷，叫我家上就好了。还请转告令尊，请他一定要管好你们家的姨太太。我只是个小医生，无权无势的，但我最见不得我的家人受到半点委屈。小人物往往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作用。哥，你就别再吓唬他了。那我这2天就去医院办辞职了。那我叫康嫂把先生的屋子收拾出来，方林和方画知道了，一定特别开心。那就别傻站着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啊，好，来坐，荣少爷。伯母啊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今天是冯医生的休日，我唐突过来，打扰你们团聚了。哦，那珍儿，你去送送他吧。好，妈，那你跟哥先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去吧，先告辞了。慢走，荣少爷。这下满意了吧？满意了。先生，真的不会再改了吗？不改了，真是磨不过你。不过这次要说好了，你不准再跟我胡闹了。绝不了。如果我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，你只管扇我耳光就行了。你说你这个人啊，之前我在荣家的时候，你是天天对我横眉竖眼的，说3句话就要有1句奚落挑刺的，傲慢的不得了。结果也是个纸老虎。你看我这刚一辞职，你就立刻服软了。你说你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？既然是认错道歉，
自然要拉下脸，伏地做小喽。对了，为了庆祝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知道在福州路上有一家新开的川菜馆。请吃饭就不必了，等我过2天办好了辞职手续，我会跟你说的。你这几天就别再过来了，我大哥他……我知道，我同方林他们不算亲厚，但是我也会尽全力保护他们，这可能是天下兄长的职责吧。先生，你有一个好兄长。走吧。那背影渐渐枯萎，独坐饮黑夜，心有风抚慰。和你共对，有往事可回味。有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让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。与你共舞，有回忆可同步。记忆中会留下你笑容里的真，就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。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事小小的城，我们禁不住所起的此生，在哭也值得一往情深。下次让司机把车开进来就好了，就不用走这么长的路了。我就是想和你走走，所以才让司机把车停在这里呢。先生，我真走了。快回去吧。七爷，我要回荣家了。这步棋走得不错啊，这么快就奏效了。都是七爷教导有方。哼，教导有方。方才我都看见了，不错哦。
郎才女貌，很是般配啊。乍一看，还以为你真的爱上他了。七爷多虑了。他不适合你。都是做戏罢了。做戏罢了。你确定吗？希望你能记住今天说的这句话，永远不要忘记。对了，七爷，那批货还顺利吗？顺利，很顺利，已经得手了。那七爷打算怎么处理它？比如说，怎么处理？你也知道，现如今到处在打仗，政府形同虚设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如果把他们交还给政府的话，又不知道会成为哪位军阀的军饷了。这批文物棘手得很，所以我捐给了博物馆。捐了？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不会私吞的。时珍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东西叫做国器。既然它被称为国器，就说明它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，明白了吗？荣定坤这次是元气大伤了，他一定会有新的动作。从今往后，你在荣家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千万注意安全。我明白了。你没听错啊，他真打算要回来。听大少爷说呀，他让康嫂给冯小姐准备房间呢。那老爷也准了？这个冯小姐也没有看上去那么清高嘛。我看她是对家上有几分意思，不然出了这样的事，她还肯回来，不怕人家说闲话。杨先生说呀，那个冯小姐她在医院薪资不高的，工作又累，怕是在咱们家干得比较轻松。随她便吧，反正托她的福，把那个姓孙的小妖精赶走了，孙氏也再没有底气像原来那样吵着搬出去住。太太，现在没有了孙小姨，万一老爷觉得冯小姐……哎呦，没了冯小姐，那还有张小姐、李小姐，咱们能管得住老爷喜欢谁？我让兄弟们拿着从赵爷那边给的接货人的画像去码头打听了。之前见过孙少卿的2个兄弟认出，其中一个下巴上有疤的男人，就是送孙少卿上船的男人之一。那截货人的底细查出来了吗？生面孔，来历一时查不出。我跟赵爷商量过，怀疑是从南边来的。这孙少卿足不出户，怎么会和他们有联系呢？跟孙小姐有接触，又能经常出入荣府，只有2个人，一是冯舍珍，一是孙家的人。冯世珍，他帮助他又没什么好处。我也觉得冯先生嫌疑不大。姐，姐，刚才大哥给了我好多零花钱，虽然太太不喜欢大哥，但
但我觉得大哥对咱俩还挺好的。大哥平时对我们确实挺好的，就是吧，妈妈整日在我耳边念叨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亲弟弟意外死了以后，他就对大哥看不顺眼。对了，我刚刚看到秀成哥哥了。是吗？他在楼下。他跟大哥进了爹的书房。你说，老爷冤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些什么？哭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连个人都管不好。老爷，儿子还没生出来，好茶。这娘家坑我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哎呦，老爷啊，您要消消气。哎呦，消消气啊！气坏了身子，那可是亲者痛，仇者快呀。再说了，东西嘛，丢了就丢了，您的身子才是咱们家的无价之宝。哎呀，你看现在，虽是他怀着身孕，肚子里的孩子重要啊，可别出什么事儿啊。有什么话也不在这一刻，咱先出去啊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祈祷你妹妹永远别再回来，否则，她只要踏上码头，我立刻就活撕了她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姓孙的不准踏进荣家一步。小姐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这，赶紧叫老妈子来收拾啊！哎，这里暂时不能住人了，只能委屈妹妹先住一下客房了。小姐。这日子是不叫人活了，这不是逼我去死吗？青儿那小贱蹄子，他走就走，还怎么害我？荣殿坤，你个薄情寡义的！我看了你10年，到头来连这点信任都不给我。我不如去跳了黄浦江，免得在这儿遭人作践。小姐，快点，你们把这些都打扫干净点。是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我们小姐好歹是荣家的2姨太，晚饭你们这些厨房的老妈子为何不给我们小姐送上楼去？赶快打扫一下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是我想着孙姨太身体不适，就没让人打扰她，想让她多休息一会儿。饭菜都备着呢，等一下让陈妈给她送上去。是。不劳烦你。你看这些下人们啊，干活的本事未必好，可这捧高踩低的本事啊，那可真是十足。老爷身边离不开女人，肯定会再找一个回来。我看他能得意多久。我听说，那位冯小姐又要回来教书了。她和大少爷出了那样的事儿，还好意思回来？听说是大少爷费了好大的功夫，
天天上门道歉才把他求回来的。大少爷不愧是老爷的种，连喜欢的女人都是一路货色。不过我看那皇室也是见不得大少爷好，巴不得他让女人给废掉。哼哼，荣定坤也荣定坤，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？在我看来，早晚毁在女人手上。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，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有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，与你共舞，又会一颗痛步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眼睛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笑容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